有山贼！随住！表哥，表姐！表哥，救我！纪明！原来都是假的。夫人放心，这位姑娘伤势虽重，性命无碍。谢天谢地。舒瑶，你醒了，快，舒瑶醒了。舒瑶，那日的事，对不住，我以为陆继明会救你，所以……你说的有道理。陆继明是我的未婚夫，于情于理他都该救我。你去救随珠，并没什么不妥。舒瑶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舒瑶，我以为静渊会救你，所以才……一个是我的亲哥哥，一个是我的未婚夫，任谁来猜，都觉得赵静渊那日会先救我。陆继明选择拉住表妹，其实也对啊。大夫说了，舒瑶并没什么大碍，就是身上有些擦伤罢了。你们俩不必自责。舒瑶，你表妹那日受了惊吓，身边离不得人。母亲去看看她，等她睡下了再来陪着你。你也知道的，随珠她自幼丧母，胆子小极了。你这个做姐姐的要多让着她。好，你说什么？我说好，母亲去陪着表妹吧，我这儿有丫鬟伺候就行。我不会再像从前一样委屈地质问我和江随珠到底谁才是她亲生的。从6岁年表妹入府后，我们就甚少有这样亲近的时刻。母亲，先去看看随珠吧。她这几日没见到您，人都消瘦了许多。从听见母亲说我并无大碍后，她心虚的表情就全然消失了。舒瑶，你先歇着，我们等会儿再来看你。这一等就是5日。表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从前感情走在理智前面，听江随珠这样问，只会觉得心里不舒服，却不明白为什么。如今情绪褪去，反倒把事情看得明白。我不能来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没想到表姐的伤这么快就好了。好了，那日的事也不能怪你妹妹，你何必把气撒在她身上？随珠她已经很内疚了。我的家人个个向着表妹。舒瑶，你要大度些。随珠，你表姐皮糙肉厚的，摔摔也不打紧。大夫都说她没事了，你不必自责。我看着眼前的一幕，突然觉得有些乏味。
舒瑶，妹妹刚来京城，还不太适应，这段日子母亲要多顾着她些，好吗？我懵懂的印象，到如今已经快有10年。父亲远在边关，一心只有他的仕途，连家书都几个月才有一份。但好在哥哥以前还是向着我的，直到有一次被母亲发现了。现在胆子大了，都敢带你妹妹偷偷溜出去！姨母，是我要哥哥出去帮我买东西的，您别怪他好不好？舒瑶，其实随珠她也挺可怜的，所以后来发现陆继明有些喜欢江随珠的时候，我并不意外。我这一辈子好像永远都在失去，先是阿娘，再是哥哥，再是陆继明，到最后差点连命都没了。我开始躲在房中不出门，其实也不算躲着，只是不知道该做什么，也不知道想做什么。啊！你瞧你姐姐，性子冷冰冰的，一点都不如你贴心。后来我爱给陆继明写信，寄香囊，寄络子，冬日里还会寄自己做的护膝。如果不是那天在表妹身上看见了一模一样的香囊，怕是会一直记下去。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，我照常吃饭、睡觉、看书，人却渐渐消瘦。表小姐那儿身子又不适了，夫人彻夜守着，实在抽不开身。这不还瞧着能吃能喝吗？夫人那儿忙得紧，大惊小怪做什么？倒是宋嬷嬷不知从哪儿听说了我受伤的消息，大老远从江南赶了过来。我的瑶儿啊，你怎么成了这副样子？我没想到他还会回来。我的好小姐，可是疼坏了吧？当然疼，摔下去的时候身上和心里分不清哪个更疼，醒来后便只有身上疼了。小姐这些日子吃的是什么？穿的可够暖？这屋里用的炭火熏香，一件件都给我交代清楚。小姐每日只有几两饭和1碗菜汤。母亲就是这时匆匆赶来的。宋嬷嬷的儿子如今在朝为官，她不敢怠慢。夫人，老奴斗胆说一句，小姐才是您亲生的，也请夫人多疼她些吧。你如今倒是厉害，寻了外人来说你母亲的不是了。我心头一阵烦躁，倒不是因为他的责备，而是他凭什么说宋嬷嬷是外人？宋嬷嬷说错了吗？母亲，你原本就不疼我，不是吗？
我看着他远去的背影，没再像从前一般追上去道歉，可没想到第二天他又来了。这次来是为了江随珠的婚事。虽然与陆家定下亲事的是你，可你若执意嫁过去，也是勉强。好，舒瑶，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，这事儿你要怨就怨我，别怪你表妹。他大抵也是知道自己偏心的，否则的话，怎么会一次又一次劝我别怪江随珠呢？可我是真的无所谓。我昨日托宋嬷嬷替我留了个名额，就算我找了宋嬷嬷帮忙，也还是得去考核识字和算账。商队不养闲人，考试那天恰好是我的生辰，府里静悄悄的，不用想也知道母亲和兄长是陪江随珠去祭拜姨母了。小姐，喝口热汤垫垫底儿，今儿个是您的生辰。我的生辰是姨母的忌日，姨母过世后，这一天就成了江随珠的禁忌，母亲也再没给我庆过生。起先我是理解的，毕竟姨母是她的亲妹妹，她为姨母伤痛，顾及不到我的感受，很正常。可后来我发现，府里不能过生辰的只有我一个。我不能过生辰，为什么他就能？他过生辰的时候，难道就不会想起姨母吗？江随珠被我弄得哭了好几日，紧接着就病倒了。她病了多久，母亲就罚我在院子里跪了多久。好像就是从那之后，我对母亲再也亲近不起来了。考核的内容还算简单，从长公主府出来，我难得有了些兴致。客官，您的长寿面，请慢用。小姐，这是奴婢和琉璃凑钱买的，您快戴上试试。突然觉得这样也挺好。出什么事了？大小姐，是世子，赵世子受了伤。姨母，珠儿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太害怕了，才会把表哥推出去。你先回房吧，有什么事等静渊醒了再说。兄长怎么了？是阿妖吗？是阿妖。哥哥，你好些了吗？我和姨母守了大半日，都快担心坏了。表姐她刚刚才回府，还不知道你受伤的事呢。江随珠说这话的意思，无非是想暗示母亲和赵静渊，我根本就不关心他们。大小姐，去祭拜的路上，突然窜出一头野猪，
本有护卫拦着的，可表小姐吓疯了，伸手猛地就把世子爷给推了出去。哥哥，你都不知道，我守了你大半日。随珠，阿瑶呢？让阿瑶过来。阿雅，哥哥记得今日是你的生辰。很难不记得吧？毕竟今天还是姨母的忌日。我们也好多年不曾回过。等阿瑶及笄了，咱们就回来把她移去京城。谷里红梅是从前母亲带我们在院子里种的，原本说好等我及笄时就回去将它移来京城，可后来因这姨母的忌日，连我的及笄里都是草草埋。早就不想了，不必折腾。反正我马上就要走了。阿瑶，你还记得咱们小时候去后山抓簇虫吗？那次你还记得？翻来覆去说多了，也就没了话。离开前3天，他照旧带着点心来寻我。我看着跟在母亲身后，朝我露出得意笑容的江随珠，突然有些好奇，母亲、兄长、婚事，我这里还能有什么江随珠想要的呢？东西怎的这么少？好好的鬼屋，像个尼姑庵似的。舒瑶，你妹妹身世可怜，这一件小东西你便让给她吧。时间长了，我就不再费心装点了。总觉得不论布置成什么样子，最终都是不属于我的。玲珑也伺候你7、8年了，爹娘老舅都在庄子上做事，是个可靠的。我是想着让玲珑做她的陪嫁，我也放心些。不行，府里那么多丫头，为何偏要选阿瑶身边的？那怎么能一样？那些小丫头哪有玲珑机灵？哥哥，你是不是还在为上次的事情怪我？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你和姨母都不在，我一个人嫁到陆家，着实有些怕。阿瑶，你看这……夫人，奴婢愚钝，怕是伺候不好表小姐。好啊，只是玲珑管着我的私库，需要些时间交接，等东西都盘点好了，再让她去伺候表妹吧。表姐该不会是不愿意交出玲珑，故意寻的托词吧？
东西理没理清，还不是表姐一句话的事。不会很久，3天。3天后，我一定把玲珑送到。大小姐，夫人和公子一大早就去乘马车商量婚事去了，说是不方便带着小姐，就没知会您。我在这座府邸生活了10几年，今日离开，竟连一个能告别的人都没有，或者说，根本没有人认为我值得被告别。我知道了。启程那天是个难得的吉日。赵府的一切都在我身后变得越来越远。心事总算定下了，这桩心事一了，我也能松口气了。姨母，今天已经是第3日了，不知道表姐会不会把玲珑送来。表姐若是实在不愿意，姨母也别生气，免得气坏了身子。珠儿身边的丫鬟虽然年纪小，但调教调教也是能用的。他敢不给？母亲亲口定的事儿，由得他胡闹吗？哥哥别生气，都是珠儿不好，害得你们兄妹生分了。他若敢反悔，我这做母亲的自会教他什么是规矩。咱们随珠啊，是最懂事的。那是，也不随谁。夫人，堂前坐着宫里的女官。既然赵夫人回来了，便接旨吧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将军府赵氏舒瑶，秉性柔佳，书甚端庄，随长公主出海，特赐封正五品女使，钦此。这旨意是不是搞错了？我家舒瑶，她怎么从未提起过此事？赵夫人，接旨吧。姑姑，我从来没听舒瑶说过要随长公主出海之事。这孩子怎么这般大的事儿都不跟家里商量一声？赵夫人，白纸黑字，看清楚了，这上面可是令千金亲笔签下的名字。怎么会呢？这不可能！他怎么会？我就阿阳这么一个女儿，他最爱黏着我了。小时候，他连绣花针扎了手都要哭着来寻我，他怎么可能会瞒着我做这样的事？随珠吓得在哭，咱们快去瞧瞧，别让他落下心病。
我已经想不起有多久没和赵书瑶好好说过话了。那个曾经整天追着我喊阿娘的孩子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见了我只会低头行礼，客气的像个陌生人。这位赵夫人直到此刻才发觉自己失去了什么，可笑可笑。我只记得这个曾经爱在我怀里撒娇的女儿，后来变得越来越沉默。每次见到我，她总是低着头匆匆走过，眼神里没有亲近，只有疏离。那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，怎么就和我离了心呢？这屋里干净的，像是曾经住了一位客人，搬走时很有密的将东西都摆放整齐，每一处细节都透着一种令人窒息的客气。这个孽障越发胆大了，竟然敢背着我谋划这种事，他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母亲？等他回来，我非好好罚他一顿不可，看他还敢不敢这样目无尊长。他就这样走了，连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都没有多看一眼。船队在太堂集结，祭过海神娘娘后，一路往南向长乐进发。此次出行，一是为了扬我国威，施恩海外，展示大齐的风采；二是要将船上载着的香料、瓷器、丝绸等物交易出去，丰盈国库。我会打算盘，又学过周密算计，所以被长公主安排记账。玲珑和琉璃也是认得字的，就帮着我打下手。比起在赵府时，如今的日子虽然忙碌，却踏实得多。白日盘点货事，登记造票，夜间就回自己房中休息。虽然忙碌，可心里却是踏实的，再不会像在赵府一般做什么都不对。同行几个女官的年纪都与我差不多，大家相处几日后，也都在这惊涛骇浪间熟悉起来。比起赵府那些整日勾心斗角的丫鬟婆婆，这些姐姐妹妹们反倒单纯得多。我只需要等待北风将船上的沉香木交易出去。小姐，别忙了，有人找你。现在，谁会在这时候登船？宋大哥，阿瑶，有人等你许久了。嬷嬷，阿娘放心不住你，非要跟着一块上船，她又怕你不依，说是怕耽误了你的前程。等到现在船都快开洋了，才敢让我告诉你。我的好姑娘，嬷嬷就知道你是个有出息的。在海上漂泊了14个月后，长公主终于下令返程。出发时的货物变成了满船的金银珠宝与奇珍异物，那些异域的香料、宝石、丝绸堆满了船舱，也堆满了她曾经空无一物的人生。我要以所有人仰望的姿态，正式回归了。
是以船队并未直接回太滩，而是从福州走陆路回京，沿途建驿仓、设粥厂、置善堂，救济百姓。长公主以实际行动证明，女子亦可担起社稷之重。等到都城时，长公主的声势已然到达顶峰，沿路的官员们纷纷迎驾，贡品堆满了驿站，歌功颂德的文章传遍了大街小巷。皇儿辛苦了，朕册封你为皇太女。我的好姑娘，总算熬出来了。这破天的富贵是你自己挣回来的，嬷嬷就知道你是个有出息的。阿娘，阿瑶如今回来了，是大喜的事。今晚咱们一家好好吃顿饭，给阿瑶接风洗尘。嬷嬷，到家了。却没想到会在宋府门口见到赵静渊。阿瑶，我听人说长公主今日回京，特意早早就在这儿等着了。你这一去就是1年多，怎么也不给家里写封信报个平安？你知不知道担心你？你知不知道母亲有多担心你？阿瑶，别闹了，跟母亲回家，有什么话回家再说。如今随珠已经出嫁了，从前那些事儿就让它过去吧。一家人哪有隔夜仇？跟母亲回去。阿娘，您先进去吧，我把事情处理好了再回家用膳。赵书瑶，我才是你的母亲，你疯了不成？对着一个老奴喊娘，你知不知道这传出去有多丢人？阿娘，我知道，你从小到大就是看不惯你表妹，她小小年纪没了娘，一个人寄人篱下。我若是再不护着点，她该有多伤心！可是母亲，我与她争什么了呢？您说我事事都与他争，那我想问问，他害怕一个人住正烟，我便搬去了偏院；他胆小，我便把身边的丫鬟都让给他；他身体弱，我便连生病都不敢叫大夫；他思念王母，触景伤情，我便再没过过生辰。随珠在哭，你竟还吃得下？撤了，不许触了他的眉头，改日再吃也不迟。母亲，你告诉我，我与他争什么了呢？那些都是身外之物。你是我生的，我自会为你考虑。这种考虑，我已经领教了16年，领教到悬崖底下。那几年我是疏忽了你，但你到底是赵家的女儿，终日不回家，住在外头，像个什么样子？传出去，旁人会怎么议论我？说我苛待亲生女儿。随珠已经出嫁了，往后我会补偿你的。补偿？那我可以住他的院子吗？赵书瑶，你就非要与他争个高低吗？你是姐姐，难道连这点度量都没有吗？这就是我的母亲，我只说了一句话，她的反应就如此激烈。
阿瑶，这不是你的家，难道你一辈子不回家吗？既然如此，从今日起，我不会与他争任何东西了。陛下召皇太女入宫议事，随行出海的一众女官也都赐下官职，为其登基铺路。从此之后，我不再是那个寄人篱下的将军府嫡女，而是朝廷命妇。赵书瑶已经死了，从今往后，世间唯有宋明熙。赵氏书瑶于爪牙国海难丧生，追封正五品女使，钦此。姑姑可是误会了，我昨日傍晚才和书瑶见过面，她活生生的站在我面前，还跟我顶嘴。赵夫人，您大概是思虑过度，白日见准了。爪哇国那场海难，多少人亲眼所见，赵书幽早已沉入深海，尸骨无存。没有，他没有死，我昨日还见到他了，就在宋府门口，他还活着。夫人说的是宋内臣吧？我也听旁人说过，那位宋大人确实与赵女士生得有几分相似。是吗？真的是相似吗？那他是不是就是……夫人思女心切，认错了也是情理之中。他怎么会不要我了？他这是什么意思？他昨日还在宋府门口喊别人做娘，今日宫里就说他3年前死在了爪哇国。景渊，你说他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他是不是在怨我？是不是在报复我？从明日开始，我不会与他争任何东西了。他的意思是，他什么都不要了，名声、地位、家产，作为赵书瑜的一切，他通通都不要了，包括你和我。包括你和我。皇太女入主东宫，事务繁杂，日理万机，我未免奔波，干脆就住在了宫里。每日处理账目，合院税粮，虽然辛苦，却也充实。我的好姑娘，怎么瘦了这么多？在宫里是不是没吃好，没睡好？嬷嬷就知道你一个人在外头会吃苦。
其实我没瘦，东宫伙食好，顿顿有鱼有肉，甚至还壮实了不少。只是母亲看孩子总是如此，不在她身边的日子，仿佛孩子就一直在吃苦。阿娘，你看这官服都紧得小了一圈，瘦了，分明是胖了才对。胖了好，胖了好，嬷嬷的姑娘就该白白胖胖的才有福气。阿娘知错了，你回头看一眼。阿瑶，跟哥哥回家吧。好在我如今和他们并没有什么关系，那些人与我再无瓜葛。阿瑶，他们在外面这么闹，总不是个办法。每日都来，街坊邻居都在议论纷纷，对你的名声怕是有碍。来就来吧，阿娘不必担心。赵夫人思女心切，见我与她女儿长得像，想来看看也不奇怪。横竖与我无关。扶摇，那是你的伤疤啊，我都看见了。阿娘知道错了，你原谅阿娘吧。赵夫人，请节哀。令千金不幸丧生，本官也深感痛亡。只是人死不能复生，还请夫人保重身体，莫要伤了身子。夫人思虑过度，莫要认错了人，平白伤了身体，请回吧。每次这样说，她都一副极伤心的模样，看得我有些心烦。不过是认错了人罢了，与我何干？阿娘，宋大哥，今日宫里忙，倒是累你们跑这一趟。不累，能见着你平平安安的当官，阿娘心里踏实。你整日埋在公文里，饭也不好好吃，嬷嬷不放心呐。朝中局势近来还算平稳，只是那些曾经让你窒息的人，赵家，还有那个江随珠，如今也只是个名字。大人，那位赵大人还没死心，信里说让您顾念血脉，向陛下请旨，重振赵家。他们赵家如今落魄的连下人的工钱都发不出来了，还在那儿做白日梦呢。我对这个无利不起早的父亲向来没什么好感，常年待在边关，妾室都娶了好几方，对我们母子不闻不问。陛下，海外贸易出兴，需重臣驻守，微臣举荐家父赵大人，此去可彰显皇恩，亦全了他不愿回京的一番宏愿。我想了想，求陛下将他派去海外驻扎了。他既不想回家，那便一辈子别回来了，省得在京城碍眼，也省得他再来烦扰嬷嬷。正五品内侍官到。赵夫人病逝，我以宋明熙的身份去给她上了一炷香，算是还她生养我的恩情。从此以后，两不相欠。阿瑶，对不起。我走出很远，才反应过来，他刚刚说的是对不起。只可惜太迟了。母亲去世后，我被姨母接回了家。我的儿啊，你怎么瘦成这样了？姨母来晚了，让你受苦了。她很疼我，对我有求必应，比亲生女儿还要好。我终于有了家，不用再看继母的脸色，不用再忍饥挨饿。可她终究不是我的母亲，她对我越好，我反而越害怕。
尤其是每回见到表姐时，都会让我想起我并不是姨门亲生的，我只是一个寄人篱下的孤儿，一个靠讨好别人才能活下去的可怜虫。姨母，这首饰太贵重了，珠儿不佩戴，还是给表姐吧。珠儿是外人，用这么好的东西会折服的。给你了就是你的，舒瑶，你身为姐姐，还要跟妹妹抢这点东西不成？你怎么这么不懂事？我开始一次次抢表姐的东西，衣裳、首饰、婚饰、兄长，还有姨母的疼爱。每次姨母选了我没选表姐，我心里都会有种隐秘的快意，那种感觉就像是在证明我才是值得被爱的那个。本以为日子会这样一直过下去，我抢，表姐让，姨母偏心我，一切都是那么理所当然。可有一天，表姐走了，她没告诉任何人，只带走了2个贴身丫鬟，随长公主出海了。我很高兴，表姐走后，再也没有人时时刻刻提醒着我自己的身份。我可以光明正大地做着府里的大小姐，享受原本就该属于我的一切。可后来我发现，姨母变得奇怪了。姨母，珠儿伺候您喝点热汤，这是您最爱喝的燕窝。舒瑶，你终于肯回来了。舒瑶，有时候她还会将让我的名字叫成表姐的。姨母，我是随珠，不是表姐。我知道。姨母，旧衣裳放着占地方，不如收起来吧。来，珠儿给您炖了燕窝，咱们趁热吃，对您的身子好。我不清楚，也不敢问姨母是不是后悔对我这么好了。既然来了，就守好规矩，别再动那些歪心思。我这府里不是你想来就能来的地方。姐姐说笑了，我这不是来看咱家随珠的吗？她马上要嫁人了，当继母的怎能不来送送？你若再敢兴风作浪，可别怪我不顾及姐妹情分。随珠啊，你在姨母这儿住了这么多年，可不能忘了本。当年在家里，你也是我一口饭一口饭喂大的，如今要嫁入高门，可不能忘了我们这些穷亲戚啊！当年你如何苛待随珠，如今她是我的随珠，由不得你在这里指手画脚，你给我滚出去！好歹是对别人的女儿不好，不像有些人连自己亲生的都苛待。阿姨，你胡说！我什么时候苛待过自己的孩子？哼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那丫头走的时候，你可曾送过她一步？连件像样的衣裳都没给她做，她穿着那身破夹袄，在雪地里站了整整1个时辰。你倒好，在暖鹅里给这个穿狐裘。随珠，你还记得舒瑶小时候吗？她那时候总是喜欢跟在你身后，像个小尾巴，追着我喊阿娘。随珠，你告诉姨娘，你当初究竟是怎么跟陆继明相熟的？那个香囊是你绣的？姨母，您是不是嫌弃珠儿了？若是连您都不信我，珠儿不如随我那苦命的母亲去了吧。好了好了，姨母不是那个意思，姨母只是太想舒腰了。听说了吗？那位江女官没死，还在长公主身边做了记账女官，如今可是陛下身边的红人了。真的假的？不是说她死在海灾里了吗？嘘，小声点，听说是假死，为了跟将军府断绝关系。如今人家姓宋了，叫宋明熙，是正五品的内称大。那丫头出去一趟，胆子越发大了。如今回来了，连我的话都敢不听，甚至还说要住你从前住的那间院子。他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母亲？他怎么敢？我原本是不依的，
可我想着你如今已经嫁了人，也不常回家住了，不如就把那院子收拾出来给他吧，免得他在外头又跟旁人说我偏心。珠儿，全听姨母的。可表姐没住那间院子，也没回家。她改换了身份，彻底成了宋家的女儿，不是被赶出赵家，而是自己选择离开。那一刻，我终于意识到，江书瑶不是回来跟她抢院子的，而是直接把整个赵家女儿的身份都扔进了泥潭。她抢走的一切，在江书瑶眼中早已一文不值。姨母，你醒醒，你醒醒啊！珠儿在这。姨母，喝药了。姨母，表哥，你要保重身体，等姨母好些了，我再回来看她。那日如果是舒瑶，绝不会把我推出去。你自己惹下的祸，别连累我的名声。往后你就在这房里待着，不许踏出房门半步。看好少奶奶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许她出门。那些曾经从表姐手中抢来的东西，最终都离我远去，什么也不剩下。